大家好，欢迎来到赵教授在美国一个曾经的美国大学教授，业界学术圈的虚名与内卷后，我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转投工业界。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透学术圈，玩转职场路，聊最真实的美国生活与工作。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观众的留言。我知道这个之前几个视频呢有一些争议，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有很多是批评我的，也有很多是这个认可我的观点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咱这个平台呢，就是什么声音都允许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留言。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认为非常不错的留言第一个留言的朋友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美国读博士是在 UCSD 在1990年代国家公费留学非常的感恩。回台湾以后也以研究为家，40岁升教授，感觉留学对人生的影响深远，视野开阔了，浸入在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很值。之后了解学术圈的困境，也觉得不会再有科研突破了，就专注当起医生，放下了研究跟博导。但当初博士训练能让我学什么都很快，跟得上新的知识。而回归当医生能实时帮助人踏实快乐好，这位朋友应该是从台湾来的，因为我看他这个留言是用这个繁体字。首先呢我真心的恭喜您找到让自己这个开心的工作跟节奏，我觉得这个才是赢家至于您里边说有一个说学东西快是博士训练的功劳其实我以前也这么自豪的想过，后来其实冷静思考一下，发现很多没有读博的人照样学东西学得飞快这个人类的大脑其实就是你不读博士也能升级。我们有时候就是太喜欢给人生找这个因果链条就是说因为当年读了博士，所以现在很厉害。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你本来就很厉害，跟你读不读博士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您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就是您说的这个经历本身就是价值，只有自己亲自经历过以后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人生是用来经历的，不是用来计划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边这个留言，这位朋友是说美国的情况80年代与90年代以后的情况应该是不大一样的，应该是苏联解体后，从90年代开始发文章的要求才开始真正流行起来，从美国传导到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欧洲以及中国大陆，这个应该是资本利益驱使的。比如大学的公司化也是90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教授在学校的地位明显被降低，搞行政的反而权力很大，而且有的是带着钱来上任的。很多研究项目是公司出钱，资本不懂学术，但是会数数简历上发了多少文章，他们能看懂。所以大学里研究的性质也在改变，读博成了给导师打工。可以把90年代以后的情况与80年代比较一下，这样看问题会比较全面。好，这是这位朋友的这个评论，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印象中好像国内就是国内搞这个，比如说 SCI 这个论文，还有这个风趣，好像应该是从南京大学开始搞的，就是应该也是80年代吧。南京大学相当于起了一个很坏的头然后搞这个。不过我倒觉得就是其实发文章这个事情，就是你评判一个教授好坏，通过发文章这个事情，也倒不是一个说绝对是坏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发文章对于这个初入学术圈的小白学生来说，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我记得我当时读博士的时候，就是发第一篇文章还是非常高兴的，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当于给你做了很多年研究以后一个很好的回报。但是只是说现在有点太过了，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读博士的时候，大概就是2000年初那样子，就是没有那么多杂志，就是没像现在这么多杂志，大家搞得就很乱糟糟的。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是做光学的，就是物理里边的光学。我们当时也就那么几个杂志，小的杂志，然后大家就是发几篇小的杂志就很 happy 了，而且大家都很认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小的杂志其实也不好发的，就是一般都是有分量的工作才能发表出去的，就是不像现在就是一大堆各种杂志，就是搞得就是很乱糟糟的就是很浮躁，不像以前。就总的来说，发文章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说多大的坏事只不过是被现在玩坏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总的来说，中国人仍然无法摆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对于95%的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获得更高的学位，而博士学位被认为是最高的学位。但在当今社会，读书的含义已经从学位的概念转变为市场价值的概念，而价值就是满足人们需求的实用创新。学术界仍然有一些发展空间，但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小，竞争也是异常的残酷。在当今世界，读书代表的是多渠道学习创新，而不一定是学位。我觉得这个同学说的很通透啊。现在读书确实是从这个身份象征变成了这个价值创造能力了。这是另外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这个20年前我当初就是没走学术路线，选择了工业界，人到中年碌碌无闻，一事无成，但是项目时间和裁员的压力依然大到惊人，时常幻想当初如果去学术界，自己现在会是怎样？人生只是一场单程的车票，人算不如天算，怎么选都会后悔，人总是活在别人的生活里。这位朋友就是人生确实是个单程的车票，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总是有这个平行宇宙的幻想症，总是想着如果当年选另一条路，我是不是更牛，或者是我又是会不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其实实话是你去学术界大概率会焦虑，你去创业也会大概率会焦虑，你去躺平还是会焦虑，这个焦虑不是行业给的，其实是我们人脑自带的。能解决焦虑的不是说这个换赛道，而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不喜欢了，就勇敢的尝试改变或者换个赛道。没有完整的人生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经历的精彩多彩人生。就我自己觉得等自己老了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人生，起码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活。自己想改变的时候，就去勇敢的改变自己的现状。以我自己为例，我其实认为，我起码这一生没有白活。我是从这个中国的小镇做题家这个一路走过来，先混这个学术圈，后来觉得这个学术圈没意思了，我就勇敢的跳出来。然后虽然工业界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那又怎样？就是我不喜欢，我就勇敢的去换另外一个赛道，我所有的赛道都体会过了，我就很开心。我也不会说我会不会如果我当时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会怎样？我会勇敢的去选择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那种人生更精彩的话，我会永远去尝试。这样自己尝试过了，虽然说你可能走错路了，你尝试过以后你还是不喜欢，那我也问心无愧因为我尝试过了，我觉得不喜欢，我起码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接着尝试另外一个新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博主关于读博士值不值的问题有一点说的不对，没有人会提前知道读博士之后无法在学术界找到职位，谁都没有前后眼。多数读博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学术心，但科研职业成功与否与很多因素有关，甚至可以说和运气的关系很大。这位朋友，其实我是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生，有些人的人生很成功，有的人生就是比较悲催。其实这个很大一部分是运气的原因。就是你如果去现在采访很多成功的人士的话，他会给你讲出一大堆，他因为有这些品质，他因为做了这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他现在成功了。这些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就是都是胡扯，都是这个幸存者偏差。其实同样的事情，可能当时有很多人用同样的方法，用同样的这个东西去做，他照样是失败了。所以说，我认为人生很多事情运气成分真的很大。所以我自己是现在我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这个世界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强大的东西在掌控着。就是其实人力是很渺小的，就是我们总是自以为是总是觉得我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我自己很牛逼，但其实很多情况下，跟你同样牛逼的人有的是，只不过是你的运气成分好，你正好踏在那个点上，正好命运选择了你去做那个成功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你成功了，就觉得你自己很牛逼。其实这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运气的成分，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位朋友的说法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法解释的，其实就是运气在起作用。好，我们再看下边这个留言
他说我周围的博士很多都有吐槽的，都有这个吐槽悲惨经历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中两个特别悲催，一个是跟导师不和，延迟4年才毕业，师弟师妹们都在他前面毕业了。有一段时间，导师把他的生活费停了，他穷的天天吃方便面，周围同学都看不下去了，都偷偷给他一些钱，鼓励他坚持下去。后来他毕业一直在谷歌工作，股票都几百万了。他这个博士是先苦后甜。顺便说一句，他和导师都是白人，没有种族问题，更没有身份问题，土生土长美国人。另一个同学干脆被导师踢出去了，把他项目停了，让他拿硕士毕业。有故事的是，另一所大学的某教授跟他导师是冤家同行，结果这个同学就申请到那个教授那里去了，具体怎么办的不清楚，他也不愿意说。总之打脸了他原来的那个教授，后来他不仅顺利毕业，还顺利拿到身份，也在大公司工作，很好。总之读博故事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一把辛酸历。但是我周围凡是读博毕业的，结局都很好也是一种欣慰吧。这位朋友，首先他分享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我有可能觉得他是编的，因为之前开始说那个说是这个，他说是那两个都是白人嘛，他说后来穷的天天吃方便面我遇到的美国人是不会吃方便面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有点编的，但是不管编不编吧，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就是读博这个事情不是说就是我之前那个视频确实有点争议就是我只不过是做了视频，就是分享一下，当然也是博取一些流量。但是你说真正读博士书一定没有嘛？也不一定，这个是分这个个人情况的但是总的来说就不管你是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希望自己在博士的路上遇到很大的挫折，然后遇到不好的导师的，对吧？大家都是还是希望遇到一个好的导师来好好的把自己这个博士毕业完，然后都有自己好的经历。好了，我们看下面一个留言，他说这个这应该是对，他这个是说这山看那山，也见过从工业界到学术界的一个不喜欢原来工作的枯燥和压力，觉得在学术界还能常有新课题；再一个嫌过去老板给脸色，觉得在学术界至少还有个尊重，各有各的情况这个对我其实也遇到过这个从学术界跳到工业界的，不是从这个工业界跳到学术界的，我记得我这个当时辞职的，从这个学术界辞职的时候，我们系里刚好有个同事，他是刚从工业界跳到我们系里边，就是从工业界跳到学术界，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还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走的时候跟他打招呼，我说我要去这个工业界了，我感觉他就是表情非常的无语，他意思我这个刚从工业界这个火坑跳出来，你为什么要从学术界跳到工业界？所以说这个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就是总体来说，大家要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不要这个人云亦云我做这些视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和看法，就当然也是博取一定的流量了，不一定说适合您您可能在学术界待着这个风生水起，很快乐，您也可能觉得工业界才是王道，压根儿看不上这个学术界。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这都是您自己的经历就是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别人这个，尤其是 YouTube 上这些视频，不要大家说了个什么你就觉得要跟着他做只有自己这个多经历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然后另外一个留言是说他这应该是骂我的说吐槽了这么多教授学术圈的不好，那为什么 YouTube 账号 ID 和头像照片还是 Professor 赵呢？既要教授这个 title 带来的虚荣和社会地位，又要吐槽其中的赢者通吃、低水平、高校生源和资源上的巨大落差，这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哪天你真的把账号改了，不谈这些学术圈教职内容了，再来说吧。这位朋友这个评论很好首先，这位朋友应该是个新关注就是我之前解释过，我这个频道自2020年开播以来就叫赵教授在美国。当然，我当时还是在教授，现在确实不是赵教授了。但是，如果是想要打造一个品牌效应的话，最好还是能保持原名。所以我还是想这个保持这个原名。况且呢，保持这个称号，我就是为了虚荣，不可以吗？我自己的频道，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你如果不喜欢看的话，您可以这个不看，对吧？我也没强迫您看
而我这个频道就是分享美国学术圈教职和工作的，因为我以前是干这一行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说两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谢谢您这个留言和讨论。我这个人就是很虚荣，现在不是教授了，我还想用这个我还是想用这个头衔，因为可以增加我的频道的特色和我的虚荣心。所以您说的一点也没错，我以后还会继续用这个虚荣的头衔和大家分享。您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出门左转啊，不送啊，这是我对您的这个评价。另外一个朋友留言说，也不能这么说，读博士有读博士的好处，只要有那个能力，又有某种需要，读博士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尤其读美国的博士是有助学金的，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月有1000多元的生活补贴，家里在支持一下，经济压力并不是很大。博士出来后进入大公司，岗位选择比较多，随着经验积累，找工作比其他人还是有优势的。这个朋友是的，就是很多读博士一开始应该也是挺喜欢的，这个一直坚持下去，很多人也是会有很好的出路的，啊，反正我身边的这个博士朋友都混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吧，他们如果不读博士也会混得很好，这个很多时候是根据他的性格和能力决定的啊，不一定是读博士的原因啊。当然我们很多人读博士也是没得选择的事情。你比如说想来美国留学，如果你家里没有矿的话，就也只能通过读博士这条艰辛的道路来实现。就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如果不读博士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途径来到美国的，所以我自己是这个读博士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就不能说读博士的缺点，因为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我知道它哪点好，哪点坏。所以说适不适合读博士，大家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的意思就大家不要轻信这个一些其他人的说法啊，就有的人说这个读博士好，怎么好，就是这个都是两面的，有好就有坏。好，我们再看这个留言，他说这个不说研究，就说绝大部分教授都以不教课或者少教课为荣，就很魔幻。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砸锅卖铁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而教课在大学却算是低级的工作，甚至被校外的合同教师以低价外包了。我只能庆幸自己留学比较早，那时的风气勉强还可以。这还有一个朋友也是类似的话题，他说大学里一直都是这样，谁能拉资金谁就牛，其次是出成果，给本校本系搞名气，最后才是教学，学生是最不重要的。多大的一些教授外国口音多大的一些教授外国口音很重，学生基本听不懂，录下来回去慢慢听，但是他们能搞钱有名气，苦了学生们了 ，Who cares？这位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就是现在这个教学质量确实不咋地。当然也是有美国很多大学里边也是有好好教课的但是这个都不是特别，相当于不是特别受重视啊。不过你看历史上这个很多有名的教授，他其实教课也不咋地就是学校主要是靠他们的名气来吸引人才来做研究。我是说之前我觉得只不过以前这个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就是研究就是研究，然后教课就是教课，就是以前这个大学里边不会因为说就是逼着教授过多的注重这个搞研究拉经费而不重视教课他还是很注重这个教课的，就是虽然说很多研究也要做，但是他不像现在就是这个这么极端这么就乱哄哄的现在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很多大学里边。只要是 research 为主的大学，都是要逼着所有教授把精力都放在这个研究和申请经费上的，他反而把这个教课要排到很后。所以说，其实这个你说真正让如果家里有小孩以后读美国大学，你说真的送到那种研究型的大学真的好吗？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研究型的大学，它反而是对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反而不是那么在意，反而是有些这个文理学院，因为他们研究也不怎么做嘛。然后反而是在这个教课上他们会花更大的力气。好，这位另外一个朋友留言说，这个完全同意研究型大学里的教授就是一个个的个体户，终身为研究经费忙碌，人的研究方向不容易改，但经费的方向和规模经常变，深陷其中徒增忧虑，不值得。教学型大学的工资少得可怜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学术自由的话题。所以说这个学术自由都是这个不在学术圈的人联想出来的。如果您是搞文科，或者是您是这个理科里边搞理论的，
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经费，您可以有学术自由，就是说您研究个什么没人管您。但凡您是这个搞理科的或者是工科实业的，您只要跟我说在美国学术自由这种话的话，说明您就是外行，您根本就不知道维持一个实验室运转要花多少钱和有多么的辛苦和不容易。一旦您需要搞钱，就不要和我说有学术自由，您只有这个，您的自由只有需要多久才能换一个方向？还有就是说，您一年要写多少个 proposal 的自由，就是完全不要跟我谈这个其他的自由。只要您需要这个拿钱来维持您的实验室运转，你就不要跟我说谈什么学术自由。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留言啊，这个博士的老板是传统的老学究，有着简简单单的好奇心，但是不会讲故事，不会搞关系，辛辛苦苦拿不到啥钱。博士后老板很会讲故事，懂得抱大腿，没有利用价值的教授理都不理，而且极其腹黑。同学校有他的一个师弟也当教授，问他要东西，他只给他师弟他知道有问题的版本，好的留着自己用，更别说跟他不熟的实验室了。发文章各种跟人互相审做交易，实际效果很快拿菜鸟，然后很快又升正教授。从那以后，我发现学术界太脏了，工业界虽然也有勾心斗角，但绝对更为直接简单。工业界腹黑很容易 backfire， 学术界没有约束啊，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这个在会议上这个献媚大牛的这个教授，真的是吃相非常难看，就是很恶心让人看的。但是一般来说，就是这些人反而是很吃得开的，就是在美国也一样，这些人反而很吃得开。我虽然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就是只要人家自己开心就好啊。这个社会是这个适合各式各样人才生存的，包括这个献媚者，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其实最怕的是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但是环境逼着你必须成为这样的人，你才能活下去，这个就很难受了。所以说，我们就是需要活在一个有选择的环境中，这个就很重要了我觉得现在反正目前为止，美国这个环境是给了我们这种选择的权利的如果我在一个岗位或者一个行业干的不开心的话，我可以选择离开爷如果不开心的话，也就跟你拜拜，这个一句多余的话都不会跟你说的，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觉得现在是有这种自由的。好了，我们接着看下边一个评论是说，其实做什么工作都是这山看那山高，人生最正确的就是在自己还有点竞争力的时候，尽快的捞钱，等跟不上了就慢慢躺平，混吃等死，不用焦虑，很主观很主观，哪个圈子都一样，工业界、学术界没有谁好谁坏，自己管好自己，死命搞钱就对了，牛马就不要想着拯救世界了。哎，我完全认同这位朋友的观点就是不管我们是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哎，说实话，其实都是韭菜，对吧？韭菜你就别想着这个镰刀的事情了，就是搞点对自己和对家庭最实在的东西才是王道。这个世界说实话，没了谁都能照常运转，谁也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到头来呢，其实还是要为自己和家庭多捞点好处，才不会焦虑家庭还是最重要的，其他其实都是浮云。好，我们再看这个评论就是他说你这个太低端了，做教授的都不谈名利的，他们的成就感在于顶刊的文章，学术界的言语权，为人类在自己的学科领域留下自己的足迹。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一位美国教授，我为他感到骄傲。美国科学博士混工业界的基本都不是优秀的博士。这是这位朋友的这个评论这位朋友，首先我说我没说过我有多高多矮的，我就是一个低端的韭菜。您说的那位为人类做贡献的高端同学，我也很佩服他但您说做教授的都不谈名利，这个是纯属扯淡。我就直接跟你说，这纯属扯淡。您可能真有这样的教授我不排除有这样的教授，但大多数您跟我说这个教授不谈名利，纯属扯淡。至于您说的这个美国科学博士混工业界的基本都不是优秀的博士这个我就不说您了，我就等我这个频道这个工业界的博士来骂你吧我就啥也不说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留言，他说如果你对科研本身不感兴趣的话，本来就不要读博士，就和你如果不热爱运动，就不要去做专业运动员一样。赵教授的观点怎么看都像是没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夺冠的专业运动员，在抱怨每次比赛的冠军都只有一个
首先说我没有说我自己是专业运动，我是你不热爱运动，但是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啊，不一定做运动一定要是专业运动员，对吧？我自己感觉我还是有点科研天赋的，不然也不可能在学术界混这么久，对吧？虽然没做出什么这个重要的发现，但是我该收的方例我也都能拿到，对吧？我之前是喜欢过学术界的，但这并不代表我的看法不可以改变，对吧？在学术界混了这么多年，我在一个行业里边我扎根这么多年，我会更清楚这看到一个行业的内幕所以我后来就不喜欢了。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信息。您也可以开一个频道讲一下自己对学术界的不同看法，比如说您可以讲一下您是怎么热爱学术界，学术界是怎么好，这个没有问题。说实话，其实这个您可以查一下，在 YouTube 上讲这个学术界的频道确实也没有几个，尤其是像这个大学教授出来讲这个学术界的，确实没有几个频道。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蓝海，对吧？所以说多几个这样的频道，就多一个观点挺好的。所以我非常鼓励您，您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您可以自己开一个频道，也就是跟我这个针锋相对的说一下您这个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再看这个留言，他说对绝大多数个体来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出卖生命、时间、精力、体力、智力，换取收入养活自己和家人，卖出个高价卖个出价高的地方呗。对，我也非常认同这位朋友的话，就是一切其实都是浮云，到最后还是自己的亲人和家庭是最重要的。什么学术啊，什么 paper 呀、什么 funding 啊，就除了你和你圈内的那少数几个人，谁会在乎你这些东西啊？就是趁自己年轻和有能力的时候，给家庭多换些资产和钱，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才是王道。好，我们再看这个留言，他说喜欢搞学术的人搞得越来越好，没钱也要搞，最后拿到诺贝尔的人就是这些热爱的人，不喜欢的人搞不过别人就骂学术垃圾，自娱自乐。我目前是医学院 faculty， 在医学院做 AI 的疾病诊断，就是越做越开心的阶段。职业发展可不要人云亦云，每个行业做到精都会变成大佬。关键是年轻的时候就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既要又要，什么都干不好。羡慕教授的头衔又不喜欢写 paper， 想要挣大钱又觉得公司不稳定。但如果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要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一般就不会太失败。最后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就好了。首先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这个教导我非常同意，就是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就最好另外，我不是说因为搞不过别人就骂学术界，关键是我为啥要搞过别人呀？是吧？我做自己的，喜欢就做，我不喜欢我就换个赛道，我为啥非要搞过别人嘛？对吧？你不要老是跟人 PK 嘛，是吧？况且学术界为啥就不可以说一下他的不好呢？对吧？我就是想说一下他的不好，当然我也会说他的好，是吧？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评论这位朋友是说，这个北美这里学术界也是有很黑的一面，大学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就亲自经历过一件事。当年多大的一位教授，某一天忽然向全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揭露该系主任的黑料。看来两人之争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你死我活的状态了。哈佛的黑料也一堆一堆的，不奇怪，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事儿。是的，这个我其实我在里边在科研界后也听了很多这个内部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学术界反而其实更糟，因为学术界这些教授都是终身制你一般都开不了他，所以说这个一般大家在一起一待就是一辈子，这个恩恩怨怨是很有意思的。好了，我这个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就是很多我没有念。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个一个的回，然后大家很多留言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对我的支持，还有对这个频道的支持然后我们这个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聊这个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这个下次再见，拜拜。